好了，坐下吧。好，来，大家还挺热情的哈。本来呀，说实话，第二轮准备了一篇纯那个生活观察段子，完了，第一轮那个读稿的准备2篇嘛，导演组读完稿说：翟亚宁就感觉你冒犯的还没冒犯够啊，说你要是能极限再冒犯1篇，咱就让你讲。我连夜熬1宿，又冒犯了1篇。首先对这个赛制我就不太理解，刚才不都比完决赛了吗？按照正常的顺序，我现在该领奖啊，跟那可是。哎呦，这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我跑100米，完了我刚跑完第1，让前3名们再跑一遍。我跟你讲，朋友们，我最不理解就谁，就这2位兄弟，你还有姐妹你俩就这个位置，我一直对这舞台就不太理解，你俩能看着什么玩意儿？你俩相当于面对着那个电脑屏幕背面做 PPT， 你俩。脱口秀这个比赛综艺比10年了哈，比10年了。郭麒麟老师，哎，是不是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来，快！该有人冒犯这5位评委了是吧？哎，朋友们，段子都是假的啊！咱5位叫气氛组组长是吧？哪次气氛是你们带起来的？那我看不能是观众笑完你们再笑的吗？而且是吧，我比2年了啊，就这5位嘉宾，我发现就是意见议论呐，就是这个对段子的意见评价没有出现过分歧过。咱不是说1000个人1000个哈姆雷特吗？那5个评委怎么就1个单口喜剧演员呢？是吧？从来都是杨天真老师，我认为这段子好。完了，黄子韬老师说，他把我想说的话也全说了。邪门了这玩意儿！哎呦，咱们5位这关系有点像那个汇仁牌肾宝了，他好我也好啊。哎。挺好。然后再不一整就是来那种飞行嘉宾啊，飞行嘉宾，朋友们也不是针对今天这3位老师，说实话，你们只是赶上了而已哈，赶上了而已。对，一整就来飞行嘉宾上台一发言，哎呦，我第一次看单口喜剧，我原来从来没看过，就能当嘉宾去。真好啊，真好！那我也没参加过音综，也没去过电影节，怎么不让我去当评委呢？哎呦，你要按照这个逻辑，黑灯那最适合当评委的。冠军，大哥，你没看过的可多了去了，那个。真开心啊！当然，最难受的呢，倒不是这些，最难受的就是每次咱们讲完段子，人得跟咱 talk。哎呦，这个环节，这个聊天真是折磨，这是。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你们也不关心我们。你看，你们，咱说心里话，你也不关心我们，我吧也确实不在乎你们。哎呀，那就是硬问呐，我就搁这硬谢谢呀！哎呀，我的妈！就是说一种感觉嘛，行婚确实难受，朋友们，确实难受，难受哎！不对，放下，完了，没有意义，咱们快乐的给他讲完啊！
对了，给讲完。哎，我感觉朋友们，你看脱口秀综艺比赛10年了，咱就把规矩改一改啊，没有什么意思。你看他老问啥问题，咱们的生活谁关心呢？那5位老师那生活大家都可关注了呢，是吧？咱就玩点大，你看以后咱笑了，光他给咱投1灯，奖励咱问他一个问题。你不就奔着好看来吗？而且咱们脱口秀演员一问就能问到点子上，你知道吗？是吧？你问问郭麒麟老师，怎么那个德云社搭档怎么又拆了？那是怎么事呢？是吧？孟老师，咱更喜欢跑男还是更喜欢桃花坞啊？是吧？你看最优秀的经纪人和最优秀的影视演员姚老师，你说为什么中国电影现在这么多明星票房靠那个动画片撑着，这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我问点这问题啊，多开心！当然了，哎，不光就是我们台前的一些演员和老师，咱这节目幕后的导演组也做了不少努力啊，那我也不能放过他们呢。每次脱口秀比赛都要录那个真人秀，你们知道吗？知道。真人秀是这世界上我认为最假的东西。还记得那个宣传片吗？还大家挺爱看那个选手集结啊，所有选手去天台上斗志昂扬，我要击败小鹿，击败付航。咱们要拍，咱能不能按照顺序拍？就先集结再比赛。我拍那个的时候，第1轮比完了。就什么概念呢？8位选手淘汰了。哎呦，我这导演就得嘱咐那8位淘汰的老师多笑一笑。龙哥，这段子给你写的，我懂你啊。不光让人笑一笑，完了本来就没有什么成绩，总得让人来看，你说有什么意义？我的妈！我就没见过哪个单位把员工开除了还让人去年会表演节目的。哎呦，全是真人秀，完了动不动一个选手讲完了是吧？庞博就是特别煽情。既然你讲了这个段子，我们节目组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夸大屏幕放一个照片。哇，那选手回去看照片，哎呀妈呀，你们把这照片怎么拿来的？不就你给的吗？来了。那还哪能找来这照片啊？他妈导演组派小偷去你家偷的，我的妈！那爷们儿啊，哎呦，我看今天蒋龙老师还来了是吧？蒋龙老师来有什么意义啊？是看庞博跟你的主持差距吗？那是。真好，真好，张嘴就来啊！我们最后朋友们，你看脱口秀比赛是不是快10年了？是不是大家每年都怀疑每个环节有内幕？你看这玩意儿无从验证。我想了个招儿，咱最后1轮，我这是本年最后一个段子了，在线上，哎，咱们能不能陪我玩把大的？我想想就兴奋，哎，真的，我当时想的时候半夜2点、4点都没睡着觉呢。所有投票机的朋友们，哎，咱把票全给我灭了。比赛10年了，我没见过0票长什么样。哎，朋友们，咱玩起来，这够意思，咱全灭了，0票，我跟你讲，朋友们能创造历史。哎，你看这一键删掉，它既能验证咱们就没有内幕，第二咱也能创造脱口秀历史，第三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谁夺冠，他得老难受了，他得。全灭了，来，咱就玩把大的，朋友们。你告诉我，冠军有什么意思？冠军1年能出来俩，对吧？那你创造脱口秀历史0票，可太帅了。我不管谁夺冠，他得想我怎么没想到这么玩呢？啊！3、2、1，请灭灯！谢谢大家，我是张安静，谢谢。大家好，我是翟亚宁，谢谢。这个半决赛了哈，说实话，现在什么心情就很羞耻，没想到得跳那个 Yes OK 了，那朋友。咱聊点更羞耻的啊，
聊聊爱情。我也有过爱情，冒犯了啊，冒犯了。真的，我曾经有过爱情，我特别喜欢人女生，朋友们，但我真不太理解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啊，人给咱定的一些规则。朋友们，真的，你知道人女生都非常可爱，对吧？她想把我也变得非常可爱。跟我说原话，说翟佳宁，你看哈，咱俩现在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吧？那我就不能再继续喊你叫翟佳宁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得管你叫小笨猪。朋友们，你看我这张脸了呢，做梦我都想不到有一天我能跟这动物发生关系。他说：“那你不能继续喊我名字，你把我备注给改了，改成叫小粉猪。以后咱们俩发信息打电话之前，必须先哼哼。”朋友们，真的，我30周岁了，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就早晨坐地铁就看着有个男的，正好这德行，30来岁了，站在我旁边，突然掏出来手机就哼哼，那我必须跟他说一句 yes OK 啊。完了，朋友们，哎，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喜不喜欢看对方手机？人女生喜欢定期跟我玩游戏，就每隔1周左右的时间，打开我那个抖音短视频，往上刷10个视频，数一数能蹦出来几个美女跳舞。我真的，我从来没这么痛恨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了呢。就你每次站在旁边看他刷，你那个心情不自主的忐忑微妙。第8个没有，太好了；第9个没有，马上完事儿了；第10个啪蹦出来个美女，我当时感觉我死亡证明都出来了。真的，哎，我后来朋友们，我还仔细思考了一下，我感觉这件事儿很大一部分责任就赖咱手机。朋友们，你想哈，咱现在都是智能手机，对不对？人脸识别解锁，手机它天天看我好几10遍，那咱讲理，他手机应该认识我呀。那你说你突然看见一个陌生女生搁这刷你，你作为一个人工智能产品，怎么这点人情世故你都不懂呢？我就感觉这短视频就应该给咱推出来一个女朋友模式，放在后台就藏着，就当你突然看见一个陌生女生搁这刷你，就应该使点气儿，连续蹦出来10个和尚敲钟的视频，还咱们爱情的和谐啊！完了，朋友们，对于我这种纯直男，最难的一件事没有之一，我最不会干的一件事就是回人女生发来的微信消息。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谈恋爱的时候吧，难免爱给对方发那种就是已经有结果，咱却帮不上忙、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就是好累呀、明天要上班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6点半也得起呀。我都想起来我当年高考答语儿阅读理解的状态了。我好困。我说那困咱倒是睡呀，倒是。那我好困，完了还不睡，那到底表达作者什么思想感情啊？那到底？而且朋友们，我发现然后最难的嘛，不是说咱不知道怎么回人家，最难的就是当咱思考应该怎么回人家，思考时间长了，中间没回人家，突然我好困，底下啪小姐姐发来个问号，那就完了，就是到点收卷了，那就是。哎，我为了解决回女生微信消息的问题，我付出了很多努力。真的，朋友们，我现在手机里多下了200个表情包啊，绝大部分全是粉色的，像那个玲娜贝尔、卢皮、草莓熊，我跟他都好朋友都这。我数了一下，哎，其中117个是那个叫贴贴的表情包啊，贴贴。各位兄弟，相信哥们儿一句话，一定要学会贴贴着呢。贴贴可太好了，贴贴基本上能回答对方任何喜怒哀乐。你试试，我好饿呀，贴贴；我好困呐，贴贴。翟佳宁，我和你妈掉水里，你先救谁？我先贴贴着呢。我永远忘不了朋友们，哎，我曾经陪他看过一个综艺节目，那个恋综，真好看。给各位没看过的朋友科普一下，这个节目是干啥的？我看了一下，这个节目就是把4个男嘉宾、4个女嘉宾放一个大别墅里，让他们朝夕相处1整个月。月末选择心动的彼此。朋友们，真的，我当时陪他看，我在想，我说能和4个美女搁一个大别墅里朝夕相处1整个月，这哪是心动的信号？这不向往的生活吗？这不是？但就是咱也不敢太向往啊，因为那里头所有的男嘉宾都太优秀、太帅、太有钱了。我女朋友特别喜欢一个男嘉宾，他有一个英文名叫那个威廉。啊，这么多粉丝，你看。
哎，就各位男观众，哎，咱们想一个问题好不好？假如啊，你一个月咱就能挣4500块钱，你敢叫威廉吗？像我这种底薪就3700块钱，我也有英文名啊，就 loser 就是。朋友们，我真不太理解，就为什么这种恋综啊会专门请6个明星过来就来看这个节目，叫什么明星观察团，用你观察吗？我看他们就没有别的事儿，就放大人家任何一个互动简单的细节，就很简单。威廉在厨房和一个女生做饭，人好心好意从后边给威廉系围裙，这时候明星就说了：“这威廉怎么回事？”人家女生给他系围裙，威廉脸上怎么一点笑容都没有呢？我说什么玩意儿？真的朋友们，我想就我搁厨房和个女生做饭，人好心好意从后边给我系围裙，我要是笑了，那不变态吗？那不是就。记紧点啊，很难想象啊。所以朋友们，最后啊，我给各位讲一下，我们直男最喜欢啥？我反正啊，我最喜欢的就是那奥特曼。真事儿，你都不知道我跳完 ESOK 得看多少遍奥特曼才能缓过来。所以朋友们，我跟你讲，我最生气就前2天有个新闻，你知道有个家长说那小孩就上小学看奥特曼就学坏了，开始变得暴力和同学打仗，并且模仿奥特曼说我要打死你。朋友们，我就很生气，我看了20年奥特曼了。我就问一句，哪个奥特曼说过我要打死你？我看20年奥特曼，我记得奥特曼拢共就3句台词啊，就是恰，恰，还有叮咚叮咚叮咚。讲到这儿，谢谢各位，谢谢。好，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大家好，我是贾亚宁，谢谢。哎呦，又是总决赛了哈！这种被撵着屁股幽默。每隔10来天就得熬夜创作着一篇搞笑段子的日子又要结束了，真舍不得，真想一直比下去，比到集体猝死啊！但我还是特别喜欢爱比总决赛，为什么？没有晋级的压力，可以随便冒犯啊！咱们从头开始。不祥的预感。哎，朋友们，还记得咱们这个节目发起人是谁吗？他发起啥了呀？我2年了，别说舞台了，上海他也没来过呀。他不来，咱就得去看他。每年拼搏3个月啊，到总决赛起大早坐飞机去看他，还得逗他笑呢。也不知道这个节目组对无厘头有什么误解啊？坐那么长时飞机去见星爷，等了半天让我表演翻白眼儿。我真好啊，拼搏了3个月，获得了一个在偶像面前演大傻子的机会，真好。12个选手轮流就给星爷演什么翻白眼啊、打嗝啊、抠鼻子啊。这个环节应该叫12个精神病去香港问问著名空巢老人，你知道吧？哎呦我的妈！我当时我都说不行，咱拿点鸡蛋呢，倒是。那星爷也难受，看12个人抠鼻子打嗝。他还得笑啊！你别说他60多了，我30岁看12个向左眼，我也难受啊！那。行，灌早了，好笑搁后头呢啊！哎呦，我们脱口秀比赛快10年了啊，得有人冒犯观众了。哎，冒犯！哎，朋友们，去年决赛你们有来的吗？有，您来了哈。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妹子啊？去年，哎，朋友们，你给我作证，哎，是不是小鹿是亚军？所有的观众看到鹿姐夺亚都热泪盈眶，在鼓励小鹿说：“鹿姐别难过，虽然第2，但在我们心里就是第1。我们仍然支持你，加油，你就是最棒的。”哭的热泪盈眶，眼泪婆娑，妆都花了。等到副行一上来，所有观众都冠军。
我就搁旁边看着呢。我这两件事前后差距没超过10秒啊！我小鹿眼泪都没干呢。我甚至哭的都更大声了。他不理解人怎么能做到刚参加完葬礼就喝喜酒的啊？你知道这个段子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等了1年了，1年了。讲了脱口秀今年第5年，不光对咱们节目，对咱们脱口秀所处这个行业环境也不太理解。脱口秀表演是我认为最容易因为素材呀、内容挨骂的，你发现没？一个事儿你讲笑话挨骂，我就羡慕人歌手就不容易。你看林简七他讲了自己家乡是吧？被骂成那个德行，我就羡慕那唱歌的。咱们举个例子，最近最火那首歌《八方来财》，他怎么唱呢？我们这儿的别老宰，脖子喜欢挂玉牌。咋没有一个广东人骂他呢？他骂自己家乡人别老宰呀！我作为一个东北演员，我敢在台上讲吗？我们那儿瘪犊子，脖上还挂金链子，敢讲吗？你问问这帮上海演员，敢在台上讲吗？俺拉这帮小赤佬出门喜欢戴怀表。那不给你挂墙上啊？真的特别羡慕人家歌手，作词作曲可能都不用自己，对吧？就唱，也不用露脸，戴个面具就能开演唱会，多好！你到现在你也不知道旺仔小乔确定到底是谁，到底长啥样？其实是我的妈呀，对吧？无从考证。羡慕人家歌手，随时随地能就是上价值感动别人。我的妈！我最爱看的就是采访歌手的采访。老师，音乐对于您意味着什么？对于我意味着生命。我不能没有音乐，只有站在台上拿起麦克风那一刻，我才确认我是活着的。那采访那刻死哪去了？那是。哎呦我的妈！意味着生命啊，意味着我这个灵魂在跟音符在碰撞，意味着我跟这个世界的纽带，就是不意味着金钱和名利。真矫情啊！最近脱口秀发展也行，有的那个导演也问这种矫情的问题：翟老师，单口喜剧对于你意味着什么？那玩意儿能意味着啥呀？当然意味着生命了，我的。哎呦我的妈！咱们单口喜剧那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啊！咱们在台上讲的是笑话吗？那不是替底层人发声吗？那不是，对吧？你看观众买票进剧场，打开电视看单口喜剧，那是为了笑吗？那简直是笑话！那不就是为了在我们身上获得点能量吗？咱们这么大个网络平台办喜剧节目，不就是为了替社会发声吗？那还能是为了啥？还能是为了招商和挣钱吗？那还能是？对吧？哎呀，没完事的啊！咱们单口演员多真诚啊！站在台上讽刺资本，哇，天天就讽刺资本，资本垃圾压迫我们打工人，我们要跟资本做对立。资本说一会儿拍个中山广告，好嘞，我还能再来一条，真诚啊！朋友们，大家刚才听得挺过瘾啊！以上这些情绪就是我对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的一些情绪，你知道吗？哎，咱们爱奇艺特别真诚，爱奇艺特别真诚啊！没有那个，我也是最真诚的。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谢谢大家，我是旺仔小乔，谢谢啊！好了，哎，收！大家好，我是张安宁，谢谢大家。哎呀，
给各位讲讲呀，主要给严哥讲讲。严哥好像对这个节目走多远很在意哈。听兄弟，哎，作为一个走了6轮的人来讲，上完节目会有很多收获，也不一定都是好的。像我就是收获了挺多，就是谩骂，你知道吧？也不一定都是好事真的。你那去年那给我骂的可离谱了，说我这个口音是装出来的，说我在舞台上恶意模仿东北人。骂的特别离谱，说你看你那个德行没，就会在台上散德行，听听自己那口音像个行走的烟灰缸一样，瞅你那努力的样子像个绝望的文盲啊！知不知道绝望的文盲赶紧滚下去吧，曲佳宁啊！朋友们，他骂我是文盲，我好叫曲佳宁啊！你说他是文盲，他还认识曲，你看看。不聊那不开心的，不聊那不开心的。哎，今天说来也巧，正好是我31周岁第1天。哎，谢谢。31周岁什么概念呢？就是相亲的巅峰期了。我前2天真去了一趟相亲角，学会了很多。朋友们多去相亲角看看那人写的简历。他们真是我见过这世界最会美化自己的人。原话我看到一哥们就这么写的：本人男，48周岁（括号保养的好，看起来像35）。我这么会玩，我也会。说我东北人，看起来有上海户口啊。相比之下，哎，朋友们，有些女生就不会太会写简历，真的太真诚了。说本人女啊，37周岁。有过1次离异，希望你不要介意。你看我看着他的时候，我就以为离婚在相亲市场妥妥的减分项。就搁这女生旁边一个哥们写的原话：正是由于经历过离异的伤痛，让我更加成熟，我更加懂得经营婚姻的重要性。你看我看完人家写的，我感觉人这辈子不离婚就不成熟。按照这逻辑，难道以后相亲找一个蹲过监狱、刑满释放的？他更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性，你知道吗？我以为到这儿啊，离过1次就到头了。搁这哥们儿2行写的原话：经历过第2次离异，我痛上加痛，我比谁都成熟，我深陷泥潭仍仰望星空，经历过失败的感情仍渴望爱情，希望另一半有中华女性传统的美德，也有现代女性包容的思想，如春风与木棉一般接受离异，我更值得被爱。你看人家写的，就他这个金句比咱们脱口秀节目金句都多。我当时感觉人好像越离异，文采就越好。看完这么多简历，哎，朋友们，咱们想一个问题啊，在座挺多大学生，对不对？是不是现在应届生毕业工作不好找？你仔细想想，环境是有问题的啊。但咱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有没有可能简历写的就平庸？以后你就这么写：本人3本留级（括号眼镜度数高，看起来像清华保送的）。多次论文查重未过，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原创的重要性啊！我深陷校园贷，仍渴望财富自由啊！你看这么写就无敌了。但我发现啊，你如果真正优秀啊，你就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技巧。我当时看7、8个大爷大妈围在一个简历面前，我说谁这么优秀，引起大家这么大兴趣？我挤进去一看，确实优秀，就2行字儿：拆迁户急急急，年底分房子，电话要叉叉叉叉叉。朋友们，你们没仔细听，他连性别都没写啊，就这么优秀。朋友们，相亲角里有最厉害的简历，同样也有最厉害的 HR， 就红娘大妈。我这种人走在那相亲角里，是有那个大妈会对你感兴趣的，就上下就打量你，走过来就主动就问你：小伙子，咱们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脱口秀演员。完了他就左右打量你，就开始。那没工作就没工作，真是的。人家就不惯你毛病，直接就问你：那你31周岁了，在咱们这儿有房子吗？我说没有。有车吗？没有。大妈原话：那你存款得有300万了吧？我说没有。原话：那你钱都哪去了？确实给我问懵了。我说对呀，我钱哪去了？我300万哪去了？是不是让富航小路全挣走了呢？
就从那天，朋友们，搁相亲角里走出来，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哎，为什么大家交友都喜欢玩社交媒体，讨厌相亲角，对不对？相亲角就是太残酷的现实，社交媒体就不一样，它给咱们提供了太多的这种情绪价值，给咱也惯坏了。用什么星座呀、塔罗、16人格，让咱们以为有独特的灵魂的找另一个独特的灵魂，其实也没那么优秀。你们做过16人格测试题没有？你仔细想想，他怎么问的你？以下哪种情况符合您的描述 ？A. 明智的 ，B. 充满魅力的。其实你俩都没有。你是 stupid and ugly 呀、你想一想，你看最后那个结果也特别好听，恭喜你，你是天生的企业家，恭喜你是天生的艺术家，恭喜你是天生的总经理人格，哇，天生的牛马全都信了，对吧？你用40多分钟，100多道题测出来你是一个独特的 I 人、J 人、P 人、F 人，大妈就1秒钟一个问题，老家哪的？辽宁的，哼，外地人，你看。一下给你干碎了啊！所以朋友们，我感觉如果让咱们戒网瘾，就应该让大妈做一套16型婚格测试。以下哪种情况你的水平更高 ？A. 尿酸 B. 贷款。以下哪一项你没有 ？A. 朋友 B. 工作。最后这40多分钟题做完，你16婚格也出来了 ，NWMY。Nobody will marry you 啊！啥字？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好，我叫张亚宁，大家好。非常感谢啊，庞博哥给开场开的有点太炸了，压力也挺大。哎，朋友们，给各位讲讲我平时压力大都爱干啥。你们平时有没有喜欢追剧的朋友？有。跟朋友们，我平时最大的爱好也是看电视剧。就大家能不能从我这整体气质看出来，我就爱看那种就是甜甜的浪漫爱情剧。你看。你们总是用这个笑声自由，谁说乡村爱情的？很讨厌你们用这个笑声质疑我。哎，我看今天来的现场大部分观众都是女生，我感觉我看偶像这个段位比你们都高。给各位举个例子，就一般观众都不一定看过那偶像剧，你们谁看过那叫《帅气和尚爱上我》？真有这电视剧，石原里美、朝五晚九，你看对吧？谁说咱们直男不懂浪漫的啊？哎，我跟你讲，各位男观众啊，就这种特别甜、特别浪漫这种爱情剧，回去多看一看。这种特别甜、特别浪漫这种爱情剧里边那个爱情和剧情就极其的单纯无脑且美好。就是你爱我，完了我爱他，他不知道我爱他，以为我爱你。完了我爱他却处处刁难他，不知道为啥二度一蹦出来男的给我抢他，你看他爱他，他就不爱你，是给我抢他。最后兜兜转四周里还是我最爱他着呢。什么？哎。特别好看，真的。我给各位强烈推荐一个电视剧，我去年看的偶像剧。哎，你们有没有谁看过那叫《我的人间烟火》的？哎，相信我，朋友们。哎，对，宋焰，男主角叫宋焰。相信我，朋友们，24年如果只能选择一部偶像剧重温，就选《我的人间烟火》。我都15年没见过那么硬核的偶像剧了。宋焰啊，男主角宋焰。我就是从第2集1分42秒开始无法自拔地迷恋上了宋焰。当时宋焰跟女主角做自我介绍，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就这么做自我介绍。我叫宋焰，火焰的焰。哇，这头没看见啊！哇，兄弟朋友们。就当时就这一个哇，瞬间把我心就点燃了，我立马充值了5年的平台会员了呢。上一个哪有这么兴奋呢？还是15年前的《暮日云海》了呢？这才叫电视剧，真的。我都特意查了一下，说23年评分最高的一部电视剧叫那个什么《繁花》呀。你们看《繁花》了吗？《繁花》虽然很优秀，但是在我心中跟那些偶像剧比就略逊一筹，真的。我作为东北人就不太理解《繁花》，你们看了吧？黄河路啊，上海黄河路700多米，全都是豪华饭店，一个洗浴中心都没有啊！怎么可能？他妈东方巴黎那不卫生啊，那玩意儿！开玩笑哎，但大家能从我这整体气质看出来吧？就我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想吃爱情的苦，就不是那么太容易的。所以这事儿，朋友们，我不管看哪个偶像剧。
我都特别共情里边所有的男二号。就明明是那哥们儿付出的最多，凭什么他受的伤最深？总有一些经典的偶像剧桥段，我看的时候都无比的气愤。为什么男二那个婚礼现场总有男一来抢婚？大家看过那种桥段没有？就主持人站在一个硕大礼堂里头主持婚礼，下面我宣布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然后这时候男主角咵就窜出来了，就可心，你要想清楚，你到底爱是谁？完了，可心会犹豫3秒是吧？拽着男主角的手就跑了。现场高朋满座，好几百人，一个拦着的都没有。真的，就每次我看这种桥段，朋友们，我脑子里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就这男二哥们儿，咱办婚礼之前是没领结婚证吗？我是不是应该先领证再办婚礼？那你男一这行为，我告你重婚罪，咱不过分吧？那别光盯着脱口秀，那偶像剧也不是法外之地呀，这玩意儿。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就这男二在干什么？有人来抢这新娘，抢可心。我看了10多年偶像剧，都无比的卑微，就跟那一站，就可心，你不要走，我求你不要走，你知道我是爱你，我就很生气啊。我想我是新郎啊，我大喜的日子，你过来抢我媳妇儿，我媳妇儿马上跟你跑了，我还求你不要走，那我这是啥呀？我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我脸往哪儿放啊？所以朋友们，接下来啊，请允许我给大家就来小段无实物表演。就我感觉，如果我是那个新郎，有人在我的婚礼现场跟我抢新娘、抢可心，我感觉一个正常男人应该有的正常反应啊，就3、2、1 ，action 啊！就你放开他，翟佳宁，你放开他。可心他根本就不爱你，他必须跟我走。兄弟，你先把嘴给我闭上啊！真的，我今天大喜的日子，我也不想动手，我跟你讲讲理行不行？兄弟，真的，哎，我今天早晨3点半我就起来了，兄弟，化妆梳头，摄影师给我照相，跑回家接亲，抱上婚车，折腾到现在9点半了，兄弟，6个小时了。我马上就要亲嘴了，你跑来告我，你不同意啊？兄弟，你知不知道人缺乏睡眠的时候，脾气都不好啊？就这是第一点，兄弟，哎，我也不打人，我不动手，我跟你讲讲理啊。兄弟，就这场婚礼，我爸妈我张罗了10个月，花了好几10万办的，兄弟，兄弟来你自己往下看一看，你自己看一看，那菜都吃一半了，那都，那白酒都下去半瓶了，那后面大鱼盘打包盒装菜了。你跑来告我，你要给我媳妇领走，兄弟！真的，兄弟，就你但凡要知道一撇一捺念个人呐，你昨天下午彩排的时候来，那这事儿都不是说一点不能商量啊，兄弟！站着别动啊，没完，兄弟们别走，还有你可心，死活不给我结婚了，不给我过了是吧？佳宁，你会找到更适合你的，祝你幸福。你把嘴闭上来。你祝我幸福，你赶紧来，把你闺蜜电话号码赶紧给我来。气死我了！我刚才在家接亲敲门，往门缝里塞了多少100的红包。你答应爱我一辈子，你答应的好好的，才过2小时，你看到他了就祝我幸福，你是失忆了吗？气死我了，真的，兄弟，哎，你俩这是气死我了，兄弟啊，我都坚持了46集了，兄弟，马上就亲嘴了。你跑过来了，你祝我幸福，你俩是不是给我搁这仙人跳呢？真的。我告诉你，可心，今天我走，你把嘴亲完再走，听见没？气死我了，真的。但是最后我嘱咐你一句啊，你想走可以，把份子钱全给我留下啊！我也不干别的，我去黄河路开个洗浴中心啊！讲到这儿，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好，我叫翟佳宁，大家好，大家好。我上回呢，我讲的是那个甜甜的偶像剧啊，这回咱就讲点这个甜品。朋友们，咱平时爱不爱吃甜品？我这个人就有甜品羞耻，就是怎么事呢？就他那个名字，我感觉越来越起得越怪了。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什么吃蛋糕啊、喝下午茶那种甜品店，真的朋友们，为什么？就那菜单上每一个汉字我都认识，拼起来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啥。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陪一个女生去那种店，一进门我就跟服务员说：“你好，我就不看菜单了，您直接给我推荐就行。”他说：“好。”先生，我们今天下午茶主打的是那个法式浓情舒芙蕾，配芒果雪媚娘加巴洛纳。我说，那你把菜单拿来，我再找找。真的朋友，当时边翻菜单都挠头啊！
什么叫大理石蛋糕啊？那玩意儿硌不硌牙呀？拿破仑蛋糕，他不打仗呢吗？我一看98块钱一块，差点我都跟他一起滑铁卢了都没。但人服务员对我很热情，他说：“先生，哎，咱们这外国蛋糕都是有典故音译过来的，你可以细细的再品一品啊。”我就信了，接着翻菜单，接着品，看到一个蛋糕名字特别吸引我，叫可可巴娜娜。可可巴娜娜，什么典故啊？这是？叠叠一叠叠啊！真的，我带着无比的好奇，朋友们奔底下看，有一行英文，我 Coco Banana。当时有点来气了，我就问那个服务员说：“小姐姐你好，哎，咱们巧克力香蕉这5个中国汉字，直接打印出来放上就不行，就必须得叫可可巴娜娜，显着你有 international style。”我就很生气啊！我想了想，我就问他，我说：“那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叫斯威特格林比恩糕的？给我来一块。”他说：“先生点什么？”我说：“甜绿豆糕啊 ，Sweet Green Bean Cake 啊。”我就特别讨厌那种做作的人，朋友们，就这是吃的呀，咱再讲讲喝的。因为我发现奶茶、咖啡这东西现在变得越来越怪，就这个名字。我记得我最早喝奶茶、咖啡很简单，就是什么原味啊、特浓啊、香芋、巧克力。作为一个男人，读这3个名词没有任何心理压力。伴随时代不断的发展，行业的不断的卷，朋友们，哎，你们知道有一种香叫鸭屎香吗？完了，有一个咖啡叫 Dirty。我一点不夸张，朋友们，我见过一个招牌那个咖啡叫鸭屎香 Dirty。香字在里边显得格格不入，真的朋友们，我从来没见过谁，就这是我认识最帅的帅哥，叫秃头美阿格里着呢。还有哎，朋友们，我遇到最狠一个 dirty 叫什么开心鬼 dirty。你知道开心鬼 dirty 吗？为什么叫开心鬼？里边加了开心果，王建国都不敢这么谐音，真的朋友们。真的，那我下回去天津，我就跟老板说，老板给我来2套煎饼鬼子。不要香菜，多加鬼子，炸透，把鬼子炸透啊！我要吃10个。完了，朋友们，你发现没？最近这几年奶茶名字就变了，现在奶茶名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可爱，长的可爱已经彻底不敢读它了。我记得有一次午休的时候，一个女同事让我陪她去那叫某茶呀，一进门说：“哎，张亚宁来，给我来杯左边第2排第4个那个。”真的，我从来没见过那么长的奶茶名，我都以为我近视眼重影了。你们喝过吗？那奶茶居然叫芝芝莓莓茫茫桃桃去。我说这得多大个杯能装了这么多东西啊？真的朋友们，就那名但凡再长一点都敲回车下来。就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那杯奶茶名字叫芝芝莓莓茫茫桃桃的时候，我都以为那杯奶茶是为了纪念李清照的呢。咱们能理解吧？就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芝芝莓莓茫茫桃桃。这3杯2盏淡奶让我喝的，这一个嘎子了得！我没忍住，对那个前台就竖起大拇指，你真棒！还有婉约派奶茶。但朋友们，我跟你讲，就当我以为就一杯奶茶可爱到这个地步，萌到这个地步都极限了，直到后来那个女同事领我去那叫录什么像的，咱们知道吧？那个地方是不是都黄了？现在黄的好啊！我跟你讲，带路什么像的，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家乡东北，他敢开店带路名，他只可能应该是卖鹿角的啊。一进门还是张亚宁来给我来杯那个右边第2排第5个，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可爱的奶茶名，那奶茶居然叫小鹿丸奶泡普里普里茶。朋友们，我跟你讲，没有任何一个成年人类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完整的朗读小鹿丸奶泡普里普里茶。我就跟那个前台说，我就看见没，就那个小鹿丸最可爱那个。最讨厌就是那前台，他回头看菜单，啊，先生就这个，这杯奶茶都没完呢，你可以往里边继续添加红豆跟糯米，它就升级了，变成我们店里边的顶配爆款网红奶茶，叫小鹿丸糯叽叽奶泡普里普里茶。我滚啊！我做梦都想不到我点了个彩蛋出来了。糯叽叽这仨字出来以后，我感觉整个人变得脏兮兮的。就那个服务员对我热情的态度，仿佛在跟我讲：“就先生喝完小鹿丸糯叽叽奶泡普里普里茶，马上能变成快乐的巴啦啦小魔仙啊！”行，小日子，谢谢各位，谢谢。哎，大家好，我是翟亚宁，谢谢。哎呀，特别好啊！到总决赛了，也快大结局了啊！我说几句心里话，朋友们，我来到这个节目确实有很多收获，真的。
收获了很多负面情绪。我不明白为什么，朋友们，从第一期开始啊，大家给我贴标签儿，管我叫狠人，管我叫硬汉，说我是性张力拉满的东北猛男。朋友们，东北猛男这4个字，我感觉跟性张力没什么关系。我一听这4个字，就感觉这人智商没超过72呢，就感觉是某著名短视频平台表演咬打火机的那帮人。哎呀，真的很生气啊！不光这帮人给我贴标签，这帮演员也拿我开玩笑。我跟大家讲一个真事儿啊，就刘洋在咱们演员大群里某一天发了一个视频，一个男人拿打火机烧自己头发，说这就是翟佳宁能干出来的事儿。没有任何一个人替我解释，全在下边发哈哈哈哈，就连黑灯都发哈哈哈哈。就那一刻，朋友们，黑灯在我心里名副其实的势利小人啊！哎，用了一个谐音梗啊！朋友们，真的，我一直在努力摆脱这个标签。我给各位老师都递过麦克风，对吧？我跟导演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配合，我都配合。直到上个礼拜，我看见导演组给我备注的是翟佳宁老师（括号杀人犯版）。他们一直鼓励我杀进总决赛是字面意思。朋友们，真的，我也是个人呐，我也要脸呐。我现在什么心态？朋友们，麻了。我想以正常人的身份跟大家相处，我摊牌了，我超雄行不行？对吧？你们不就想要这个吗？我性张力拉满。我查了一下，跟我同款的还有阿如那、蒋奇明老师。好吧，我阿如那、蒋奇明、翟佳宁就组成联盟，就叫雄性荷尔蒙啊，朋友们。我超雄，朋友们，我染色体里都没有 X， 是吧？你们女生是 XX， 男的是 XY， 超雄是 XYY， 我 YYY 啊，好不好？我平时打电话都喂，就爱听这种谐音梗，对吧？对吧？你16人格，你 E 人，你 I 人，我 Y 人啊，好不？小伟，你是什么 ？ENFP 什么？快乐小狗，我 IMYYY， 我超雄战狼啊！哎，朋友们，能听出来刚才都是开玩笑吧？没人是 YYY 哈，一学奇迹了那就。我只是真不理解，为什么一到线上就要把人贴标签啊？而且我还不理解，为什么好好的笑话一到线上就那么复杂？好好的笑话不能讲，一定要有立意，要拔高，要有金句，要上热搜才是好笑话。很多前辈都跟我讲说，翟佳宁这就是综艺，你要上线上就不能简单的搞笑了，哎，你要写月亮就不能只写月亮，你得写他的阴晴残缺明灭，还有人们看不见的沧桑变化和诡谲，得写月亮和6便士，显着有文化。我说你要真有文化，你就知道55年前人类就去过月亮，抓起一把月亮测过了，里边主要成分就是2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铁、氧化钙，翻译成人话就是水泥沙子、玻璃碴子。就这么说，朋友们，阿姆斯特朗抓起那把月亮卖废品都卖不了6便士啊！你们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朋友们？李白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看的都是水泥沙子、玻璃碴子。还有啊，为了有文化，为什么要文化啊？要有金句，一定要有金句。没有金句，你就不是厉害的喜剧人。厉害的喜剧人都有金句。我不认识什么厉害的喜剧人，朋友们，我认识一个最伟大的喜剧演员，叫卓别林。卓别林有什么金句？卓别林他都没说过几句啊。卓别林可以说没有金句，没有人设，还没有性张力啊。卓别林来这舞台一下可能第1轮就被我淘汰了。你能想象卓别林有金句吗？啊，朋友们，卓别林跟摩登时代里一边拧摆手一边喊我不是牛马我是人，
不是刘老师太棒了，他立马就从最伟大的喜剧演员变成欢乐喜剧人了，对吧？完了，这些一切有高利益、有金句，都是为了上热搜。好的单口演员一定要上热搜。我真不明白，朋友们，什么时候热搜成为咱们搞笑人的追求了？你但凡了解一点脱口秀文化，朋友们，我就问一句：热搜把脱口秀害的还不够惨吗？我认识好几位曾经的脱口秀顶流啊，那名我都提不了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上热搜啊！兄弟们，咱们搞笑吧，别追求那热度了，我怕再热，脱口秀行业都收了啊！哎，朋友们，整段刚才表演，我提到了很多这个谐音梗和内部梗，对吧？提到人名啊，这是录综艺的最重要技巧之一。但我感觉咱提的还不够过瘾，我看每个人都提，对吧？他们只提一部分人，是吧？刘洋啊，付航，我感觉咱今天就在这舞台上把这个游戏拉满，咱们把所有的总决赛选手全踢一遍。咱们都玩过那个游戏吧？把自己的好朋友编在一个故事里，咱们开始啊！我是一个超雄探险家，我叫翟佳宁。哎，我早晨起床要出发去到刘仁城啊，寻找美丽的宝藏唐香玉。为此我要经过浏阳河。我快快乐乐地敲着小锣走过一条小路啊。此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下起了余香雨。我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好在这时候突然亮起了黑灯啊。在黑灯的指引下，我找到了宝藏，召唤出了神兽郭麒麟。他说本来还有一个搭档叫阎鹤祥，但是跨界去说脱口秀了。朋友们，整段故事到现在你发现没？少了一个人名，付航。为什么？付航他不是一个人名啊，他是咱们人类的好后名啊。哎，朋友们，总决赛了，让我上个价值好不好？好。朋友们，我不理解为什么脱口秀一定要拔那么高的利益，我也就想搞笑。朋友们，我不是营销号啊，对吧？我只想认认真真搞笑。我不是东北猛男，我是单口喜剧演员，我叫翟佳宁。感谢每一位理解我的朋友，再见，谢谢。哎，大家好，我叫翟佳宁，大家好。哎，谢谢，真的。人生中第一次来到这么大舞台，老翟家祖坟冒青烟了，真的。真的，我给各位讲讲我之前从事脱口秀之前的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我刚步入社会第一份工作是一个环保工程师，朋友们，不是扫大街那种。环保工程师主要负责什么呢？主要负责就把咱们人类在城市里产生这个垃圾啊、粪便呐、剩饭剩菜，送到咱们人类永远看不见的地方。所以一般呢，咱们管打工人叫社畜、牛马，对吧？我不是，我属于那个社大肠杆菌，我属于分解者，真的。我那种出差地址，真的朋友们就特别偏僻，偏僻到什么程度？就是连人类都看不见。如果你们平时出差叫出差，这事儿我平时出差应该叫流放。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出差那个地址，是我领导用 Word 文档给我发过来的，地图上标记不到那个地方。他说：“翟，你这第一次出差，咱先去这个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安国镇朱王庄村口向西走3.5公里，找到一个加油站，再向苞米地方向走2.5公里，遇见联络人徐工，使劲询问。”真的。我发誓，朋友们，那是我长这么大头一回在一个地址里头看见一个人名。就我那个地方有多偏僻，我算了一下，杭州到上海是170公里，我那工作地点最离最近的快递点201公里。真的，我跟你讲，我们那儿花钱特别费劲。有一次我们一个工友过生日，我们说必须要奢侈一把买一个蛋糕，查了一下，最近的蛋糕店是在山东省。那个蛋糕店的备注特别真诚，说无论您在哪儿，我都给你送到。我们一方面看了之后特别感动，一方面又决定要给他上一课。啊！我头一回啊，看到一个外卖员把蛋糕送到咱们店里头，送到咱们那个厂区里头，跟咱们真诚的说你要是兄弟，你就给我刷一个1星差评。
我可再也不敢再来了，真的。不干。但是呢，他当时跟我们相处的特别融洽，当天他是甚至陪我们过完生日才走的。他不充电，那电动车实在是跑不了了。就怎么说呢？这个工作啊，钱少事儿多，离家远，而且现场都是男性，脾气都不特别好。我永远忘不了我跟工地大哥有一次最辉煌的战斗。20年夏天，我巡视现场，看到一个工地大哥，他一边动电焊一边抽烟，我就过去批评他，我说你能不能干？不让抽烟，不能干就走啊！我离开他大概就3米，我耳后就传来了特别不和谐的声音，说：“你个小星号，星号，星号，跟我装你个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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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号。”朋友们，就当这句话传到我耳朵里之后，整个空气氛围就凝固了，你知道吧？大家也能听出来是吧？就我体内流淌的这个契丹人的血液，还有就是说来自咱们大辽的荣耀，是不允许我在中原这片土地上听完这句话之后无动于衷的。我小时候如果跟别人打仗没打过人家，让我爸听见了，我爸绝对揍我第2遍。我们老宅家的家训就是 Don't argue, just fight， 真的。我当时没有任何犹豫，一拳就打那大哥脸上了。整场战斗就此拉开了序幕，特别的激烈。朋友们，激烈到什么程度？就整个工地现场都充满着我的哀嚎，真的。衷心给各位一个建议：一见工地大哥生气跑。我打大哥那一下，就是我碰到大哥的最后一下。我躺在地上，安全帽从来没那么有用过，真的。大哥甚至一边抽烟一边揍的我，我一边躺地下一边求饶，我说哥错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们老宅的家训今天就改了 ，Love and peace forever forever。最后衷心给各位一个建议啊，就是工地啊，动电焊确实不能抽烟，安全第一啊！谢谢大家，我是翟亚宁，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翟亚宁，谢谢。哎呦。给各位分享一个我平时最爱看的那个科技发布会，朋友们，就是每年的那个315晚会，你知道吗？啊，315晚会在我心里是真正的黑科技发布会，黑心棉、黑心肉啊！你知道普通的那种科技发布会已经给不了我惊喜了。你知道手机里每次什么多个摄像头啊，车里多个冰箱没有意思，但你告诉我我穿的内裤里有毒。一下就很惊喜，而且你知道315晚会啊，它从来不延迟满足我。你看，你买个手机啊，买个新能源汽车得预定半年到货，对吧？但他曝光那个黄焖鸡米饭用什么烂肉啊、发酸土豆片的时候，我是边吃黄焖鸡边看的。哎呀，吓得我当时立马站起来贴了一次性内裤，你知道吗？朋友们，真的，我当时看这个曝光的时候，已经吃了3个多月黄焖鸡了，没什么感觉，说明什么问题？朋友们，就人家黑心商家厨艺是真好，你发现没？那记者不说我都不知道，这是强者不抱怨环境啊！你想想，他用最烂的肉、最酸的土豆片做出来的黄焖鸡，一点腥味、酸味都没有。西湖醋鱼啊，用最新鲜的鱼，最正宗的醋啊，做出来又酸又腥啊，我都替西湖醋鱼臊得慌，说实话。朋友们，你看《舌尖上中国》是中间停更7年了，315晚会可年年都有食品安全问题，我感觉得做一个《舌尖上315》了。就告诉那帮大厨，高端的厨艺往往只需要采用最肮脏的食材，你知道吗？朋友们，很多人提到食品安全，是不是会脑袋蹦来3个字：预制菜？我喜欢预制菜，我是急性子。哇，现在菜上的是真快，很多商家那个为了证明它快，给你放个沙漏，对不对？我前2天去吃那个现烤活鱼，朋友们，那个烤鱼上的快到什么程度？比沙漏上的都快。刚点下单，鱼就端上来了，服务员感觉不对劲儿，才把沙漏拿上来。
我点了3个菜，现烤活鱼、现烤羊排、现炒小龙虾，上的最慢的是可乐。哎呀，我第2天中午去吃的麦当劳，他怎么好意思管自己叫快餐呢？我足足等了4分半呢。这要吃烤鱼，我都到厕所了。我跟你讲。而且他第2点，预制菜有一个特点，我无法拒绝。我是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个金牛座，这就导致我是拼某饭的饭圈的脑残粉。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吃拼某饭那个价格，4块9 25个饺子，4块9 25个，好评返现还返了我9毛啊！如果到店自取还能便宜1块钱，但我放弃了，因为共享单车要1块5，你知道吗？哎，朋友们，也就是说，这份饺子的极限价格是3块钱25个，3块钱25个。朋友们，这个老板在我心里慷慨的都有点抠门了。咱还差那3块钱吗？白给我交个朋友不就完了吗？很多人说你不怕这里有什么瘦肉精吗？有什么我都接受它。真的，3块钱25个饺子，我包容他一切，吃出来头发算老板送我周边，你知道吗？哎，能看出来吧？我一点不担心食品安全。为什么？我有充足的理由啊！我小时候吃过苏丹红鸡肉，喝过3聚氰胺南酚。那句话怎么说？就是当你淋过暴雨之后啊，我都不打伞了，真的。我就不怕下雨。说实话，看见今年315曝光那个什么虾仁保水剂放多了，看的时候有点失望啊。那也不够劲儿啊，这玩意儿。那你看保水剂，它起码还算食品添加剂，让放。3聚氰胺苏丹红危险化工用品。苏丹红是做有机染料染色的，3聚氰胺是做装修板材用的。我这身体已经练出来了。就这么说，明天末日来了，我啃墙皮喝机油我都能活下去。你知道朋友们，苏丹红是代谢不了的吗？在我体内都20多年了，我现在体内苏丹红都立了个牌子，我在翟佳宁血液里很想你，你知道吗？哎呀妈，等了20多年了，等来个保水剂，保水剂副作用是什么？骨质疏松，废物。根本看不起他。包括去年曝光那个什么大爷大妈做酸菜时候用脚踩，他那脚都敢吃，我跟你讲。有人会觉得有点恶心，对吧？那你想想，起码大爷那个脚是纯天然的。你应该庆幸啊，大爷还没穿一次性袜子，你知道吗？我这身体已经被练出来了，我相信以后有大用处。将来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攻打地球，把我的遗体当武器，能把所有的外星人全劝退。所有的外星人被我身体干的都是已读不回的状态嘛。到时候啊，外星人把我的身体遗体拿走去研究，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啊？化验我的身体里，哇，有这个苏丹红抗体、保水剂抗体、3聚氰胺抗体，哇，难怪这么厉害，这是个真三体人呐，这是个。再拿这个显微镜仔细放大我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上都写着一句话：杀不死我的，令我更强大啊！谢谢大家，我是阿哥，谢谢。哎，大家好。哎，好，哎，行了，行，稍等。大家好啊，我是载体哈。2楼一直听这个词儿，我的妈呀！咱今天这个主题就是给我设计的，这就是真的给各位讲点这个家里的事儿啊。我有一个外甥8岁，特别喜欢看脱口秀，就想借着这个主题跟他说点心里话。我特别烦他，真的朋友们。
那孩子是我讨厌过年回家的原因之一，就感觉80多岁的长辈地位都没他高，没什么素质。我今年过年见面喊他句孩子，他叫我宅子。我当时差点没忍住给他掏根华子了呢。朋友们，真的我都想过，我8岁的时候要敢跟长辈就这么说话，让我爸听见，我享年就8岁了。孩子真没什么礼貌，而且特别暴力，最喜欢的运动是拿我当怪兽，对着我一顿打那个奥特之拳。咱被熊孩子打过没有？试试，熊孩子不光打，一边打他一边问你奥特之拳厉不厉害啊？然后崽子厉不厉害？你大人你也不好意思还手，厉害厉害。他说这就厉害了，那我还有奥特飞踢呢，给我一顿飞踢。奥特之父、奥特之母就搁旁边看着。一个管的都没有啊！给我气的，我就夹拧嘴巴回了一下。我不想输给日本人的招式，你知道吗？那个，完了，另一方面呢，也想把自己当孩子重新养一遍，是吧？开玩笑啊，真没打，这是想象的。这环境现在不敢打孩子，打完孩子奥特之父能让我享年31，你知道吗？我都想过，朋友们。就那孩子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小孩能做到我1年几乎就见他一面，完了每次见面他都侮辱殴打我，完了我最后还得给他钱的人。我合计压岁钱这事更来气。今天给小孩包了红包，里边放了100，小孩把钱拿出来看了一眼，直接就给他妈了，说妈，你拿着吧。妈，我想好了，我长大以后我就留在东北发展，我就不去外地找工作了妈。你看那崽子根本没混出来呢也，很伤人啊！我真感觉有的小孩也真被惯坏了。我给各位讲个真事儿，上个月吃火锅，我斜前座坐了一个大爷带他孙子，小孩负责吃肉，大爷负责给他孙子举手机刷短视频。真的，大爷都70、80，那手都嘚瑟嘚瑟快的跟筋膜枪一样，我都怕他把视频里的人撒出来。真的，朋友们，相信我，那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看见人用快手刷某音。咱也不知道那小孩看啥，全是大爷爱看的。一个7岁的小孩看的第一个视频是男人过了70如何取悦自己，然后他就不爱看，就一直骂那个大爷换台，给老子换，给老子换。给老子换，我都没分清他俩谁是孙子呢。我就实在忍不住，我就制止一句，我说：“哎，兄弟，你怎么跟你爷那么说话呢？”对，孩子当时骂我一句，也是原地干拔呀，说你能不能多管闲事呢？你个大黑狗！骂我大黑狗，确实准啊！我当时正好吃的是辣锅，我管那。很讨厌熊孩子，朋友们，这俩是我能记住的，我记不住的熊孩子都在高铁上了。朋友们，相信我，我感觉高铁上应该挂个牌子，熊出没，你知道吗？真的，不太理解为什么孩子一到高铁里就变得很兴奋。有好几次看着孩子真的就在高铁上一路过隧道就跟他妈妈喊：“妈妈，山洞！妈妈看山洞！”过了5分钟，所有车厢里孩子都喊：“妈妈，山洞！”孩子煽动性是强着呢。哎，咱们听没听过有个理论说，这个小孩喜欢在公共场所莫名的大喊大叫，证明这孩子脑子在接受外部的新鲜刺激，在变聪明。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我早起赶高铁飞机，老天爷总能安排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正好坐我旁边。太聪明了，聪明8个小时，我越困他越聪明，我都有好几回都得看刑法才能冷静下来的。
真的朋友们，我感觉一个在嵩山少林寺修炼20年的得道高僧，心如止水，这辈子第一次生气，可能就是从嵩山去武当山坐高铁交流，碰见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儿。我真不太理解，你说为什么是吧？高铁、飞机严禁人抽烟，是不是？他就允许小孩大喊大叫。我拍良心问了问我自己，我宁可这小孩在我旁边就抽烟着呢。我都不希望他那么聪明，没有人能一直抽烟的，小孩一直聪明啊。我的哥，你乐的真是太突出了，妹妹。在旁边一直，你是不是带你外甥坐过高铁了呢？朋友们，我想了一下，哎，就为什么咱们熊孩子这么多啊？我感觉有的故事，小孩听的故事该改了一下，真的。我原话给我外甥讲孔融让梨，你说有小孩叫孔融，跟你差不多大啊，人家就是有素质，给大人让梨吃。那外甥听完就怼我，那孔融那不缺心眼吗？崽子，那我饭量多大呢？那奥特飞踢多费体力呢，根本就没有用。你让一个小孩不敢看电视，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看一遍《午夜凶铃》。所以我感觉你应该把孔让梨这故事反过来，用震慑的角度给他讲，就告诉他小孩，有个小孩叫孔融啊，就跟你似的，就不给大人让梨呀，怎么劝都不听，就跟大人一顿抢梨，后来让人大人打了挂梨树上了。哎，你再给他个梨来，咱吃个梨，不吃了，不吃了。多好，咱把那些故事全改了，你就告诉那小孩，有个小孩姓孟，坐高铁就爱大喊大叫。后来他妈被罚了3000块钱，这故事的名字叫《孟母三迁》，你知道吗？哎，再后来这小孩下高铁跟他爷去吃火锅，回头骂了翟佳宁大黑狗，他跟他爷在我心里全被判了无期徒刑，这故事叫童叟无欺，你知道吗？祝各位远离熊孩子，谢谢大家，我是阿宁，谢谢，谢谢大家，我叫翟佳宁，谢谢谢谢。真的讲讲我这个第2份工作，我前一段在工地嘛，后来为了讲脱口秀，就在杭州这个城市发展了。杭州这是果然名不虚传，特别累，特别卷。哎，我永远忘不了我在杭州加班的记录啊，就是连续加班加2礼拜，到下班凌晨4点，就什么感觉呢？朋友们，你们听过一句话没有？就那个科比说的，你见过凌晨4点的太阳吗？我看2礼拜了呢。凌晨4点根本就没有太阳呢，就只能打车回家。很多时候就是碰上有特别热情爱聊天的司机，一上车跟你聊天，这小伙儿，你这是跟哪个酒吧玩这么晚呢？是那个叫海伦似的吗？是？我说是那个叫奥菲似的啊。我跟你说，本来吧不用经常那么晚，晚的原因就是因为领导经常找咱们开会呢。咱们本来6点下班就能走，经常5点55领导过来拍咱们肩膀，说咱呀，就关于那个项目，哎，我突然就想到一个特别好的 idea 啊，我希望一会儿下班啊，咱俩可以找个时间一起就是 discuss 一下，一 discuss 就 gas 3小时，真的特别痛苦。每次跟领导 discuss 的时候，我都 diss 他，因为再不 diss 他，我就要被 gas 了。而且你发现没，很多时候领导特别虚伪，就加完班之后就把手搭你肩膀就鼓励你说：“咱辛苦了，辛苦了。”我说辛苦了，那没有你能辛苦吗？我感觉这事儿就不合理啊！你说咱们打工的人明明拿着固定的钱，随时随地被领导要求多加班干活，我感觉不对呀，咱应该有权利随时随地让他多给咱点钱呢，是不是？我前面找我领导是吧？领导啊，一会儿下班给我打2000块钱来，来着急用来。万一他真给我打了呢？我发誓，我也把手搭他肩膀上鼓励他。哎，妈破费了，破费了。所以朋友们，哎，我这个人平时上班就挺戾气重，我就爱跟那种摸鱼摸得好的同事跟一起玩，谁摸鱼摸得好跟谁关系就好。我有那同事摸鱼很厉害，现在都已经摸成表演艺术家了。就他们在皱着眉头若有所思盯着自己工位电脑屏幕，我永远都猜不到他到底是在认真工作还是在算外卖满减着呢。就我旁边那哥们儿现在已经锻炼到什么程度了，他都能做到就是一边皱眉头一边看1年1度喜剧大赛了都能。真的，
那看见好笑的地方，现在都学会叹气了，都是，特别厉害，就表情的心情各玩各的。完了就提到这工作，哎，就忍不住想给各位分享一个我最喜欢的那个 APP 软件啊，就那个钉钉啊，咱都用啊，那真是个伟大的软件啊。哎，你们用过钉钉那个表情包没有？那个赞，特别帅，试一试。咱正常微信其他聊天软件给人发点赞的表情，就啪一个大拇指就定着了。钉钉的赞你观察过没有？那个大拇指一直摇啊。真的，这是我见过全世界最 Q 弹的赞啊！我感觉这功能就有点意思。朋友们，你想哎，如果一个大拇指啪就定着了，就表示赞同、表示认可、表示棒，对吧？但如果要是说，哼，你可真行啊你，那是不是有点嘲讽的意思啊？而且它那里头还有一个专门为钉钉赞设计的按钮，哎，那个按钮一点下去，那个大拇指居然还能进化，变成一个大拇指。特别大，我工业电脑屏幕29寸的，第一次点开都没忍住，跟我大拇指亲自都比了一下，一边大。我摸鱼都拿当动画片看来的。而且钉钉朋友们最厉害的是我见过全网唯一一个软件就能给赞还点赞的，真的。真的，你试试，鼠标放大拇指下边，底下居然能塞一个小大拇指的。哎。我就经常能看着那种特别帅的画面，就我领导发了个大拇指搁这摇啊，完了底下跟着6个小大拇指跟一起摇着。你要说设计功能的产品经理没当过舔狗，我都不相信了。特别帅啊！朋友们，我每一次讲到钉钉这部分，我都容易激动，咱们能感受到吧？说实话，钉钉这部分它这个笑点就不是那么十分稳定的，你站在台上就看得非常清楚。真的，你能看清每一双的眼睛。总有那么一些观众，他没有步入社会，没参加过工作，那种学生观众朋友们，听钉钉，眼睛里明显有那么一丝迷茫。别着急啊，学生朋友们啊，苍天饶过谁啊这玩意儿。等到你凌晨4点下班用钉钉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了啊。关于这个上班啊，我得给各位分享最后一点。我在工作的时候最恨的一种人，没有之一，就是那种领导的舔狗。我一直以为咱们打工人应该是一伙的，不是。我遇见过最狠一个同事，真的舔领导拿命在舔。我永远忘不了那同事，他姓何，完了就是脑子有病，要做开颅手术，真有病，真的。你要开颅嘛，他前一天晚上需要剃光头。他把头发全都剃了，对自己发张自拍，还配着文案，说兄弟们是生是死，明天见啊！咱都鼓励他，说兄弟你肯定能好，早日康复，回来等你喝酒。我永远忘不了何工手术当天，咱们8点半上班，8点25，何工在全公司大群里发了第一句话：祝张总生日快乐。朋友们，开颅手术啊，那可是。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生日祝福啊，这很可能是他的遗言呐，这很可能是这哥们儿这辈子最后一次用手机发最后一句话，他选择祝张总生日快乐。张总当时看完都不敢不快乐了，张总当时看完马上发个大拇指就跟他开始摇。特别感谢何工啊，让张总度了人生中目前最难忘的生日。当然，就手术进行的还是非常顺利的。这个何工现在已经出院了，人恢复的非常好。出院以后没过几个月他就升职了，从何工就被提拔成那个何组长了，张总亲自提拔的。所以我现在每次再见到何组长，我都忍不住盯着脑那条手术疤痕多看2眼。那哥们儿开颅从脑门开着开到后脖颈，朋友们长这么大没见过那么长的事业线的，太帅了。